欢迎收听我们的深入探讨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看一份蛮特别的资料，是一个叫微零碳生态照明的技术白皮书。你想象一下哦，那个路灯哦，不只是照亮你回家的路，它还可以跟旁边的环境和平共处，甚至做到零碳排放。听起来很理想哎。对啊，有点未来感哦。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帮大家快速抓到这个技术的重点，还有它可能会怎么改变我们的生活。没错，其实这份资料它最核心的概念就是一个平衡点。平衡点？对，就是说我们需要照明嘛，对不对？当然。但要怎么在满足这个需求的同时，把对生态环境的那个冲击降到最低，而且还要永续发展。所以我们会来拆解一下它的技术啦、应用啦，还有那个零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好，听起来很有意思。那我们不然先从生态照明本身开始好了。它跟我们现在路上常常看到的那种路灯最主要的差别在哪里啊？关键字就是生态友善。生态友善？对。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色温非常低，通常会要求在2700K 以下。2700K， 那是很黄的光吗？对，很暖很黄的那种光。主要目的是大幅减少那个蓝光成分，因为蓝光比较容易就是说干扰到生物。像是虫？没错，对，夜间活动的昆虫影响很大。色温低，蓝光少，就比较不会吸引它们冲过来，这间接就能保护到授粉作用啊，还有整个食物链。原来如此，这我以前都没想过。对呀，而且也不止昆虫，其他生物，甚至我们人类自己的那个生理时钟也会受到比较小的干扰。了解。那光害的问题呢？现在很多路灯都超亮，然后照到处都是。这个就是第二个重点了。低光害还有低眩光，它会用一些特殊的光学设计像白皮书里面有提到一个极光角技术，目标就是把光线很精准的控制在需要的地方，比如说就只照路面。只照路面？对，尽量避免光线往天上乱射，或是往旁边住家那边逸散，这样抬头就能看到星星了，那种灯光好像在闪烁的感觉。对，有些灯你看久了会不舒服，甚至可能影响动植物。生态照明会要求光源稳定，没有频闪。好，我大概懂生态友善的部分了。那零碳呢？这听起来难度很高光靠省电不太可能吧？这个零碳就不只是省电那么简单咯，它看的是一个产品的全生命周期。全生命周期？对，从头到尾。首先它用的电会强调尽量用绿电，像是太阳能发电，然后可能再搭配储能设备。那这家公司白皮书写微杠杆，他们好像做很久了，从1986年就开始了。是啊，累积了几十年的光学经验了。他们现在还有一个听起来蛮厉害的专利在申请中。是什么？叫做低于视线高度极广角非对称生态照明。好长的名字。好哈，对，简单说，它的目标就是让地平线以上完全没有光线散出去，但是地面上的照明范围要够广，亮度要均匀，而且还不能刺眼。这个在光学设计上其实是个蛮大的挑战。听起来就很难，而且它好像也很聪明。白皮书说有智慧控制。对，这个也很重要。它可以装感应器，侦测附近有没有人，有没有车。然后呢？没人的时候灯就自动调暗一点，省电。有人车靠近，再恢复正常亮度。哇，这样可以省很多电吧？他们是说平均可以再多省个40% 以上的电力，而且还可以远端监控每一盏灯的状况，坏掉马上知道，维护就方便多了。感觉应用范围应该很广咯，不只是一般马路。对，潜力很大。你想得到的像是一般道路、公园、国家公园这种保护区域，甚至可以用在农业做那个植物生长灯。植物灯也可以。对，还有像保全搜救啦、紧急照明啦，搞不好连艺术展场都可以用。白皮书也特别提到，他们的产品要符合法规，像台湾环境部不是
2024年有更新那个光污染管理指引吗？有印象。对，里面就有规定说，特定区域的色温要低于3000K 之类的。还有那个国际暗控协会 IDA， 他们的标准更严格。IDA International Dark Sky Association， 他们会要求灯具必须是全遮光设计，就是光线完全不能往上照。某些特别敏感的环境甚至要求色温要低于2200K， 光谱还有特别限制。符合这么多标准，听起来除了环保，应该还有其他的价值吧？那当然，这就连到更广的那个永续价值了。我们现在常讲的 ESG， 环境、社会、公司治理。对，环境面刚刚讲很多了嘛，社会面你想想，保护夜空，让大家看得到星星，这不只是一种生活品质，甚至可能带动一些天文旅游之类的产业，对不对？有道理。对政府来说，省电就是省公帑嘛。对用路人来说，不刺眼更安全。对社区或企业来说，用这种灯具形象也加分。然后产品设计本身也很讲究，用可回收的材料，设计成容易维修，可以延长寿命。这就是那个摇篮到摇篮 C2C 的概念。了解。所以听下来，这真的不只是换个灯泡这么简单，它根本是一整套系统性的解决方案，结合了光学、绿能、智慧控制，还有环境责任。可以这么说，它不只是技术面的问题，也跟政策有关，像是政府怎么推动净零路径，或者说公共建设能不能导入这种技术，可能需要一些公司协力的模式，像是 BOT、ROT 这些，最终其实都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品质是连在一起的。对耶。这就让我们可以进一步去想一个问题了，就是说，如果这种更友善环境的照明技术以后越来越普及，真的进入我们的社区、我们的城市，你觉得这会怎么改变我们跟夜晚，还有跟我们周遭自然环境的关系呢？这或许是个值得我们持续观察，也一起来思考看看的问题。